大家好，我是老吳。今天我們來聊一個不发达國家中產家庭，特別是來自中國的中產家庭，每一代都很糾結的難題，那就是手上有幾百萬的閒錢，還要不要送娃出國讀書，特別是送去美國讀書。老吳呢是2000年初出國讀書的，放在那個時候甚至更早的時候，如果家裡有錢，又或者能申請到獎學金，出國去美國幾乎是無腦的選擇。而如今20年已經過去了，世界變化很大，留學的行情也是如此。甚至可能有人会噴，現在還去美国留學是不是傻？別急着下結論。老吳這一期重點講講世界範圍內留學的情況，特別是美國的情況。有機會的話，下一次再講講其他的熱門留學国家。開場我們先把格局拔高一點，看看包括中國在內世界範圍內的留學生來自於哪裡，又去向何方呢？全球留学生來源的數據，目前比較權威的是202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數據。根據他們的統計，當年全球有690萬國際學生來自世界的各個國家，最主要的來源排名第一中國，第二印度，也就是图上这2個大圈。稍微注意一下，這是當年每個國家出海的留學生總數，也就是包含了當年剛出國的新學生數量，加上以前出國但還沒有畢業的留學生存量的總和。老吳研究的時候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大部分的報道關於這方面事情的時候呢，往往會把留學生存量和增量傻傻分不清楚，這可是完全不一樣的數字，意義也完全不同。說回這張圖，從數字上看，當年中國貢獻了國際學生超過100萬，佔比15%，印度62萬，接近10%。不管是世界算在一起，還是單獨看留學熱門的目的地國家，中印兩國的學生都是常年霸榜。因此關注留學的趨勢，只要關注這2個國家即可。稍微看一下中國和印度之外前10名留學生來源的國家，有幾個呢老吳真的是沒有想到，例如第3、第4是烏茲別克斯坦和越南，第8名是尼日利亞，第9名是敘利亞，第10名是尼泊爾。我猜是不是可能這些國家的權貴階層都在這裡了。最新25年的數据還沒有，不过前幾名的排名應該變化不大，畢竟呢存量的基數還是太大。不過印度最近10年 New Enrollment 也就是新增的出國留學生數量持續高增長，在一些國家留学生的总数已經超過了中國，這個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聊。直到最近的2-3年，可能是由於老印移民的一些癖好，例如衛生問題，在很多國家都造成了當地居民怨聲載道，因此略有收斂。例如根據印度權威的媒體印度時報報道，2023年印度有90萬的新增留學生，但是在24年迅速跌到了77萬，25年又跌到了62万。這裡有一個小的知識點，這裡的 LAKH 實際上就是10萬的意思，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比較常用這個單位。不管如何，我猜未來的某天印度還是會超越中國，畢竟呢人家人口結構實在是太好了。再看一下這700萬留學生的去向，數據的主要來源是國際教育協會 IIE 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一些統計。這個 IIE 是一個規模很大的非盈利非政府組織，總部在紐約，已經連續70多年每年統計和公布數據。這裡選取了過去20年3個時間點，也就是05年、15年和25年，各國國際學生保有量進行了對比。全球國際學生的數量從300萬猛增到了700萬。這裡同樣是既包含了每年新增的 New Enrollment 增量的學生，也包括了還沒有畢業的留學生存量。在這些國家中，除了美帝一直是穩定的增加，並且穩居第一，其他前10名的國家變化比較大。例如我們把25年和15年的數据放在一起比較一下，美國增加了 20%， 是低於總体的平均增速的，而25年的第2名加拿大則是增加了2倍，非常猛。第3名的英國則是增長了接近 50%， 澳大利亞增加了 85%， 法國增加了 44%。 另外5到10名的国家中间，俄羅斯、韓國以及西班牙屬於新秀，在15年之前前10名中間並不存在，因此增加了至少幾倍以上。而跌幅最大的居然就是咱中国，減少了接近一半，這個還蠻讓人震驚的。一個合理的解釋可能是疫情導致了大量在中國的外國留學生跑了，至今還沒有恢復。當然了，這裡的數據個別國家也並不一定準確，例如中國和澳大利亞的數據和當地政府公布的數字相比要低很多，不確定是統計口徑的問題還是人為的誤差導致的。2025年从保有留學生總數比例來說，前3名分別是美國 16%， 加拿大 11%， 英國 10%， 前10名加起來占了留學總人數的 70%， 非常集中。這裡要再次提示一下，
這裡可能對澳大利亞和中國保有的留学生總數有低估。以澳大利亞為例，我们以後会提到当地政府公布的25年留学生总数超過80萬，那麼在這張圖裡，它就應該已經超過了加拿大，位列第二。當然了，不管怎麼統計，美帝都是第一，因為它不管是綜合國力還是各個領域，大多是各種老大，自然也是全球留學生的首選。但是不得不承認，美帝的留學生增速已經放緩，已經低於全球的平均增速。等會兒我們會再細說。看完了全球的概況，我們來看一看中國。對於大部分中國學生，高考自然是不二的選擇。那麼這麼多年過去了，出國留學是否還流行呢？為了保持客觀公正，我們依舊是用數據說話，來看看歷史上中國的中產家庭出國的趨勢。數據的主要來源是中國教育部網站，官網上你可以直接搜公開的留學人數統計數據，這裡的數字都是每年新出國的 new enrollment 學生數量，也就是增量。最早的數据大概是2003年左右，這裡首先給出了1978年到2003年底總的出國人員的數字是70萬出頭，總的回國人員是 17.28 萬，比例只有 24.6%， 也就是說出去4個人回來1個都不到。而如果我們只看2003年當年的數字，出國的接近有12萬人，回来的差不多是2萬，比例 17.1%， 或者說出去5個人回来1個都不到。即便這個非常低的數字可能還是高估的，因為出國人員拆分開來以後，可以看到公派出國人员歸國率很高，有80%，而占總出國人數大頭的自費出國人员歸國率只有可憐的 12%， 也就是說絕大部分出國的都留在了國外，哪怕是自己出錢也要跑出去。為了避免以偏概全，老吳決定系統的扒拉一下教育部網站上每年公布的留學人員情況統計，最早大概是2003年一直到2019年。蠻神奇的是2020年開始，教育部就已經沒有這種詳細的統計進行公布，而只是偶爾通過一些新聞或者全球化智庫年度報告之類的文件中才能窺見一點進行補充。這段時間由於新冠疫情造成的混亂，人口世界範圍內移動被人為的遏制，疊加 Trump 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中國經濟停滯，綜合的問題可能導致數據不全，或者是人為的不想公布。25年的數據預估是85到90萬，這裡就用了下限85萬來表示，總體的趨勢肯定是一直向上的。從出國總人數來說，已經從2003年的11万增加到了2025年的85万人，接近了8倍的差距。這中間有2個波段比較快速的增長，一個是06年以後到2019年，2020年因為疫情中斷以後，這幾年又恢復了快速增長。大部分的年份增長率有 10% 左右，甚至更多。即便是在24年如此高基數以及地缘政治不穩的情況下，25年我們按照下限85萬來算，也有超過 4% 的增長。也就是說，出國讀書在中國幾十年的歷史裡乃至當下都是高考之外主流選擇之一，並且持續保持增長。另外一個有意義的數據是每年回国的人数除以新增出國的人数的比例，代表每年净流入或者净流出人才的情況以及歸國的意願。如前所述，一直到2019年都有教育部的官方数据，毫不意外，所有的年份人才都是净流出的。但好消息是，2000年以后，隨着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出國留學人員回流的速度是在加速的，從03年不到 20%， 直到2011年突破 50%， 2013年到2019年基本都維持在 70% 以上，直到疫情之前，人才回流速度是在提升的。2020年以後，由於不公布官方數据，我们只能从个别官方的新闻口径来进行推算。例如这个新华社新闻提到，2024年留学回国人数 49.5 萬，並且24年比23年多回國了接近8萬人。如果在圖表上加上這2個點，不難看出疫情後時代出國人員回流速度顯著降低，回到了 50% 到 60% 的區間，大概相當於2011年的水平。這說明雖然出國留學的人數一直在增長，但是回來的情況則是和當時的經濟、政治，例如疫情之類的特殊情況相關，畢竟人都是趨利避害的。另外，從人口角度，光是留學這一項每年倒掛的人數就是20萬到幾十萬。要知道，這批人都是相對高學歷的年輕人，對未來中國人口的影響也是不小的。2025年的數據還不知道，期望有所回升。既然對於中國的中產，出國留學依舊是流行的選擇，那麼留學生究竟去哪兒了呢？趨勢又如何呢？理論上要回答每年中國留學生具體的去向和趨勢，最好是需要每年中國留學生這些目的地的國家 new enrollment， 也就是新增中國留學生的數字。這個就有點難了，
因為很多國家並不統計和公布這個數字，因此整個互聯網也是找不到的。等老吳一個個熱門國家研究完，爭取傳出來一張比較靠譜的表格。既然正面了解不行，我們嘗試側面了解這個問題。我們參考一下今年3月份新東方剛剛發布的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發展報告，貌似新東方已經連續發布這個報告10幾年了，相對靠譜。這裡有一個統計項目叫做中國留學生意向留學國家 Top 10 排名，這個應該是和申請的情況正相關。表裡面列出了15年到26年11年的這樣一個變化的情況，基本都是一些老面孔。稍微看一下，提升最快的是中国香港，从前幾年的5到10名躍居第2，日本提升也比較快，從前10名靠後躍居前5，英國和新加坡略有提升，一個從第2變成第1，一個從大概第8提升到第6名。美國趨勢緩緩下降，從第1慢慢降到今年的第3。加拿大也是如此，從第3到4名緩緩的降到了第7到8名。德國也比較類似，澳大利亞基本持平，保持前5。法國、新西蘭变化也不太大，都是前10靠后。歐美老牌发达国家除去英國趨勢多數是下降的，這個自然是受到很多的因素，例如地緣政治、移民政策的這樣一個影響，後面我們會再詳細的聊。而距離中國較近的國家和地區都是穩步上升的，舍遠求近的趨勢非常明顯。從留學生傾向申請的國家和地區數量來看，大部分只會選一個國家，這並不意外，畢竟每個地方申請時間、資料的準備、資格考試都完全不同，同時準備是會非常辛苦的。這部分人往往是目標比較明確，並且研究過相關地區申請的要求，而那些留學意向多個國家的，很可能留學意願並没有那麼決絕，也並不了解申請多個國家和地區是很困難的。綜合排名剛才表裡面已經聊過，而如果我們僅僅看選一個國家或地區比例的排名，就很有意思，排名的變化比較大。英國依舊是第1，美國第2，日本第3，而中國香港落到了第4，澳大利亞第5。可以看出來，中國香港綜合排名第2，實際可能有一點點高估，主要是中國香港在申請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生中排名很高，這樣平均下來就達到了第2名這樣一個位置。一種合理的解釋是，留學中國香港可能是一種安全備胎的策略，防止主要的申請国家失敗而沒學上，所以順便申請。報告裡還給出了熱門申請專業的排名，工學類連續10年遙遙領先，也就是計算機、電子、機械之類的專業都是比較好就業、工資相對較高的專業。其次是管理學和經濟學，除了允許跨專業申請带来的申請便利以外，自然更核心的還是就業的高回報，很多都是衝着投行、對冲基金之類去的。特別是咱們天朝的紅2代和紅3代們，由於自帶資源，也非常喜歡金融、經濟、國際關係之類的經管類專業。其他一些文理科專業比例就比較低了，就業回報肯定也不如工科和經濟類的來得高，估計這些學生是真心熱愛吧。即便從中國留學生出國意向來說，美國已經由於各種原因微降到第2或者第3，但從國際留學生總數來講，美國依舊是穩居第1，且名牌大學的排名以及大部分專業的排名也是傲視群雄。所以我們重點來聊一聊留學美國目前的狀況和趨勢。這裡要感謝美國有個很好的平台叫 Open Doors， 提供海量的統計數據。它是一個由國際教育協會前面提到的 IIE 與美國國務院合作發布的權威性國際生數據這樣一個報告網站，連續公布了70多年美國留學生的數据。先看一下美國總的在校國際生數目，不管是新生還是老生，24到25學年比前一年提升了 5%， 已經達到了接近118萬之多。疫情期間呢，經歷了短暫的回落，但迅速恢復並繼續創下新高。這裡也得承認，經歷了早期快速的增長，2015年以後增速已經很慢，有一點漲不動的感覺。再把這些在校的國際生按照國家的來源進行區分，毫無意外，主要是2個國家，一個是印度，占比 30.8%， 中國第2，占比 22.6%， 加起來占總數的 50% 還要多。後面的這些國家基本可以無視了。哪怕我們把時間線拉長到2000年到2001學年，這過去的25年，中印2國一直霸榜留學生數量排名的前2位。09年到20年之間，中國留學生數量猛增，甚至多年超過總留學生總數的 30%。但是20年以後，由於疫情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已經連續5年下降。與之相反，印度最近幾年留學生數字猛增，23年開始總數超過中國，24到25學年已經占比總留學生數字 30% 以上，10年間比例翻倍，絕對數量翻倍還不止。
可以不誇張地說，印度這一個國家就已經改變了趨勢，不僅彌補了中國的缺口，還把總留學生的數字又拉上了新台階。前面說的是存量加新增留學生的總量，而如果我們看未來的趨勢，得看 new enrollment， 也就是新增学生的數量。其實已經是不增反減，與前一年相比減少了 7.2%， 增量的颓勢非常明顯。而如果把 new enrollment 再區分為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非學歷3類，則可以明顯的看出來，本科生以及非學歷學生數量從2015年開始就已經見頂回落，疫情以後研究生數量猛增，才掩蓋了本科生的回落這樣一個趨勢。研究生的猛增使得總數在23-24学年創下了接近30萬的新高，但很遺憾的是 New Enrollment 裡面並沒有按照國別進行分類的數據可以下載。毛估估的話，24-25學年可能有7到8萬的新生來自于中國的大陸。那麼這些國際留學生最喜歡美國的哪裡呢？第一名自然是加州，然後是紐約、德州、馬薩諸塞等等，總體是美國高等教育比較强、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我們可以进一步再看一下擁有国際学生總數量的学校排名，可以看一下大家偏愛哪些大學，蠻有意思的。如果從03年看到現在，獨佔鰲頭的一共只有2所學校，13到14學年之前都是 USC， 也就是南加大常年霸榜，但是呢，轉折點發生了以後，就變成了紐約大學常年霸榜。最新的前10名還包括東北大學、哥大、ASU、USC、UIUC、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普渡大學、BU、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掃了一眼前40名的榜单，基本都是排名很高的学校，說明好學校本身還是具有吸引力的。這裡既有私立學校，也有公立學校，大概各佔一半，可以根據學費各取所需。按照最新24-25學年熱門學校排名 Top 40，我們稍微多拉一些歷史的數據，比較一下每隔10年，也就是04年、14年、24年，這些學校招生的人數的趨勢。大部分學校其實這20年的招生數目都是穩步上升的，有招收國際學生的傳統，排名也比較類似。最猛的從13-14年以後就一直是 NYU， 現在國際學生比第2名多了 20%。對於2000年初出國的老吳來講，這裡有蠻多的新的面孔，例如第2的東北大學，據說這幾年學校擴張狂招國際學生。第2猛的一所叫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完全不認識，屬於後起之秀。查了一下，是最近幾年開始猛招國際學生的一所公立學校，可能是為了賺錢來彌補財政的赤字。還有一些蠻不錯的學校，例如 JHU、UC Irvine、芝加哥大學、UC Davis、南佛羅里達大學、西北大學、辛辛那提大學。這些學校每年招收的學生數字增長比較快，排名提升的也很快。當然，也有一些學校虽然依舊有招收國際學生的傳統，但是最近幾年由于各种原因，增速大減，甚至是萎縮的。例如普渡大學 UCLA、PSU、TAMU、OSU、佛羅里達大學，最後的2所甚至最近的10年招收國際學生的數字出現了倒掛。那麼有沒有前20年排名很高24-25學年從榜單上消失的學校呢？很遺憾還是有一些的。最讓人遺憾的是 Michigan State， 14-15年全美排名第9，去年居然連前40都排不上。還有大家非常向往的 Stanford、MIT， 包括還依舊在前40榜单的哈佛大学。這些非常頂尖的學校在招收國際學生這塊從來就不會很激進。例如 Harvard， 國際學生招收依舊每年在增加，但增速是遠低於平均增速的，而 Stanford 和 MIT 就幾乎沒有增長，甚至還出現倒掛。由於學校太多，這裡就不一一的細說了，提醒一下最近幾年準備申請的學生，仔細研究這個排名和趨勢，會對你的申請有極大的幫助。再進一步，我們稍微看一下所有的留學生選擇專業的時候是否有一些偏好。可以看到2015年以後，大部分專業人數是微增、持平甚至是大幅下降的，包括以前熱門的工程和商科，唯獨只有一個 Math and Computer Science， 實際上就是計算機類的，是猛增的。僅僅是18年以後，人数就增加了 50% 還多，主要應該都是衝着計算機類 Tech 公司高薪去的。而大部分學校為了順應這個趨勢，也開設了很多相關的專業，或者進行擴招，狠狠地賺了一票。考慮到最近幾年 AI 取代碼工的趨勢比較明顯，可以想見未來的幾年這些專業有可能就業比較堪憂。我們可以再看一下各個國家的留學生對於專業的偏好是不是有所不同。不得不說，工程、數學以及計算機類的專業都是最流行的專業，是大部分不發達國家留學生的首選。而經濟發達的，例如加拿大和英國的學生，這2個工科選擇的就比較少，都排不上前2。這裡面最誇張的是2個國家，一個是印度，
計算機專業的人數佔比 43.4%， 幾乎是中國的2倍。所有的印度人基本都是衝着這個專業去的。印度人真的是那個啥來錢快就幹啥，毫不掩飾。另外一個是伊朗，工程專業的人數佔比 44.4%， 超級偏科，可能是和簽證以及本國教育的體系比較偏科有關。從這一部分可以看出，美國的留學生總量依舊是世界第一，中國和印度學生佔了一半還多。但是最近幾年增速明顯放緩，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特別是本科生的萎縮非常明顯。而國際生的数量排名靠前的州和學校都是本身教育質量排名靠前的，國際學生還扎堆計算機之類的專業，綜合下來就是競爭自然是更加激烈的。那麼如果想上美國名校，自身實力或者錢不夠，有沒有捷徑呢？當然，如果你牛逼可以走後门或者捐一幢樓，那麼這部分可以不用看了。对於普通人來講，確實存在一套靠譜的曲線救國的路數，那就是先去上個社區大學，錄取非常容易，費用也低，然後讀完1年到2年轉到正規的大學，學分基本都可以轉，只要繼續讀完剩下的2年到3年就可以了。聽到這裡，可能會有網友質疑，我費盡9牛2虎之力，花大價錢來美國讀書，你讓我去讀個大專，你他喵的是不是忽悠我？別急，接下來我們用數據說話。這裡給出了目前美國國際學生總數排名靠前的25所社區大學，總人數超過4萬人，數量上升很快，學校比較集中在德州、加州、華盛頓州、紐約州之類的。這些州呢，轉學的體制比較健全，轉學成功率非常高。去社區大學讀書，自然學費能比名校相比省一大半。但是轉學的錄取情況如何呢？來點乾貨，我們先看一下 UC 系列乃至全美公立大学中間排名最高的 UC Berkeley 的情況。25年收到高中直升的申請 12.6 萬份，大學轉學申請 2.3 萬份，其中轉學申請中錄取了5000多人，是高中直升錄取人數的大概1/3。我們還可以除一下總申請人數，算一個錄取率，這個差距可就大了。如果高中直升的話，錄取率只有 11%， 也就是9個人錄取1個，但轉學申請的錄取率直接翻倍到 22%， 也就是4個多人錄取1個，優勢非常非常的明顯。有人可能會質疑，這裡的轉學申請中應該只有一部分來自於社區大學轉學，會不會這個比例比較低？非也非也。從整個 UC 體系而言，大學轉學中大概有 80% 到 90%， 實際上都是社區大學轉到正規的大學。我們以 UCLA 2024年秋季轉學的數据為例，來自社區大學的轉學申請佔了總轉學申請的 80%， 而錄取人數佔了 92%。不管是總申請數、總錄取數還是錄取的比例，都遠遠大於其他來源的轉學。也就是說，這個總的 transfer 數據可以很好的代表社區大學的轉學數據。其他的 UC 系列大學也是比較類似的。剛才說了 UC Berkeley 的情況，再多給點福利，老吳花了不少時間把 UC 系列所有9所學校類似的數據都拉了一遍，進行了一個橫向的对比。首先看一下25年各個 UC 分校大学轉學錄取人數和高中畢業直升的一個錄取人數的比值。可以看到，大部分學校都在 20% 幾到 30% 幾之間，也就是說，每錄取3到5個高中直升的學生，就會錄取1個社區大學轉學的學生。比較極端的是2個學校，一個是 UC Merced， 這個學校呢是 UC 系統中間最年輕的一所，2005年才開始招生。雖然排名爬升很快，但是依舊是 UC 學校中間排名墊底的，所以申請轉學過去的學生本身就非常少，機制是比較可以理解的。不過 UCLA 這個操作就有點騷氣了哈。它的百分比接近 50%， 也就是說轉學和高中直升的一個錄取數量是1:2，這個比例真的是香啊，比直接申請要好太多太多。我们进一步把各個 UC 分校25年高中直升的錄取率和大學轉學的錄取率都抓一下，進行一個橫向的對比，可以看到絕大部分分校轉學的錄取率都是顯著的高於高中直升的錄取率，而且如果這個學校排名越高，整體的錄取率越低，它的優勢就更加明顯。例如 UC Berkeley 轉學的錄取率是正常的高中直升錄取率的2倍， UCLA 則是2倍還多。有幾所例如 Merced、Riverside、Santa Cruz 出現了倒掛的情況，主要是因為這幾個分校排名相對比較低，本身總體錄取率就非常高，轉學的錄取率就已經沒有優勢了。雖然轉學也不是完全沒有要求，這裡老吳就不想細緻去聊了，大家自己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呢，作為一個加州的居民，我還是想替我的兒子說一句，媽媽，我不想努力了，直接上社區大學再轉吧，省錢省力，還雞娃雞個啥呢？好了，前面說了很多宏觀的數據，例如全球範圍內留學生的流動情況，留學生主要的來源地中國最近幾十年留學生去向的一個情況，以及主要的留學生目的地美國最近幾十年的數据。那麼現在的一個中產家庭面對
選擇是否要出國，乃至出國去哪裡，要考慮哪些因素呢？老吳這裡依舊先借用一下新東方2026年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發展報告，這裡列出來了16個考慮因素，其實最主要的也只有那麼幾個。例如第一名是學校排名，這個倒是蠻真實的，即便是在國內讀研，這個都會是比較優先考慮的因素，更何況是要花大價錢，還要折騰申請才能去國外，不找個好學校似乎有點虧，但是也看得出來它的权重有所下降這幾年。第二個是學費，和過去幾年相比，权重升得很快，可能也是經濟環境的一種側面體現，這個和後面的一個考慮因素獎學金也是相關的，有獎學金自然學費的負擔就比較輕。另外，這也絕對是美國現在吸引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最貴沒有之一。別說是國際學生，我們這些在美帝的也會覺得太貴了。第三個，這裡寫的是合適的專業，這個呢是我對他這份報告專業性不太滿意的一個地方。其實這個應該改成專業排名比較合適，一個學校再好，沒有你理想的專業與你何干？不誇張的說，專業的排名其實很可能是應該排在第一位的，因為找工作的時候，專業的排名優勢大於學校的排名。第四個因素是就業率，它的權重逐年升高，這絕對是現在畢業生國內就業不好的一個直接體現了。這種焦慮必然會影響留學學校的選擇以及專業的選擇。第五個是錄取條件，特別是好一些的學校呢，自然要求也會高一些，可能會有一些例如語言考試的要求，全方位個人素質的要求等等，自己夠不夠格得好好掂量掂量，不然就是送人头。後面有蠻多和學校軟硬件相關的，其實如果你申請的學校排名很高，這些基本上就不用太擔心。有一點可以稍微多說幾句，就是這個國際學生比例，甚至應該考慮這個學校招收國際學生的傳統。有些學校雖然專業或者學校的排名可能都很好，但並沒有悠久的招收國際學生的傳統，或者招得很少，又或者他們不喜歡特定地方來的國際學生，建議就不要去申請了，也是送人头。由于美国的教育資源全球頂尖，大家愛去的學校也都是好學校，所以學校排名、專業排名、軟硬件條件這些都不用說，重點得提一下學費，專門看看國際學生的費用，這個自然比這個州內的以及美國本土的學生要貴一些。老吳這裡統計的依舊是美國國際學生總數 Top 40的學校，藍色的是表示每年的學費，橘色的是學費加上住宿費以及其他的一些雜費。可以看到一般的私立學校學費現在已經達到7萬美金的水平，再加上1萬多或者2萬多其他的費用，總和已經是10萬美金一年。公立學校大部分還是要便宜很多的，很多都是便宜3萬美金左右，個別的更便宜，例如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普渡、佛羅里達、辛辛那提大學等等，這些一般是一年5萬美金左右。南佛羅里達大學似乎更便宜一些，大概是4萬一年。但是如果你選擇一些排名很高的公立学校，花費也要更多，例如加州的幾所 UC Berkeley、UCLA、UCSD， 總費用也要8萬刀，換成人民幣的話，公立至少得40萬一年左右，私立的話得70萬以上。當然了，這裡還只是生活的費用，學費如果要加上一點零花錢，例如交個女朋友啥的，還得再加一點。可能有人会質疑物價漲、人工漲、學費漲，天經地義。嘿嘿，我們再來一點量化的數據。數據來源是 US News 對於全美大學本科學費的追蹤，統計區間是2006年到2025年，一共20年。可以看到，如果僅僅看數字，不管通脹，這20年不管學校的類型，學費都已經翻倍了，甚至更多。而私立學校的增速遠勝於公立學校。而如果我們用通脹的數据對學費進行調整，則趨勢略有不同。這些學校超越通脹的總體漲幅大概是 30%。可以看到2020年之前，所有的學費都是快速增長，遠勝於通脹。直到2020年的疫情開始，學費增速明顯下降，低於通脹，可能是由於網課之類的變得比較多，再漲學費就有點不講道理了。22年疫情結束以後，學費繼續超過通脹進行增長，但增速並沒有恢復到疫情之前，只是微微的跑贏通脹，也並沒有突破疫情之前的高點。同样的，私立學校不管在任何時候增速都是遠勝公立學校，由此可見，通脹可以解釋學費增長的大概70%左右的原因，剩下的30%則是其他的原因。公校倒還好，私校的學費漲幅過快。目前美國的私立大學10萬美金一年，這個費用妥妥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砸錢精英教育的一個體現。一個字貴，兩個字很貴，三個字非常貴。有蠻多的人試圖給這種高速增長的學費找理由，例如教育的服務業本質、學校行政人員的臃腫、學校之間的軍備競賽、政府對於公立大學補助削弱等等，
不論如何，這種傲視全球的費用已經使得美國的高等教育吸引力有所下降，特別是本科階段，因為本科的國際生幾乎是拿不到獎學金的，而如果是研究生、博士生，則獎學金的比例大幅提升，也有更多例如 TA 的機會。而另外一個重要的阻礙留學生，特別是中國留學生赴美讀書的因素，就是地缘政治以及移民政策的影響。特別是 Trump 上台以後，對天朝的留學生，特別是 STEM 方向的留學生，政策收緊十分明顯。我們先看一下國家的層面，其實 Trump 第一個任期在針對中國留學生之前，2018年的时候就搞出来一個臭名昭著的 China Initiative， 中文叫中國行動計劃，旨在對學術界、工業界、中國學者的所謂潛在的經濟犯罪以及知識產權盜竊行為進行宣戰。這裡還給出了一些數字，說至少 60% 以上的商業秘密竊取案都和中國相關。在這個計劃的執行期間，數百名的中國知名科學家受到調查甚至起訴。2022年，司法部迫於負面影響過大，曾叫停了該計劃。但後來24年以後，隨着 Trump 第二任期又開始死灰復燃。在那之後，對留學生有直接影響的是2020年一則總統公告10043號。這個公告號稱出於國家安全、信息安全的考慮，禁止與天朝軍方相關的學生獲得簽證以及入境。當時主要限制的是 graduate student， 也就是研究生或者博士生。據研究估計，受此政策影響，每年可能有3000到5000名中国學生無法進入美國的研究生項目。2021年，有多位資深參議員提出了 Secure Campus Act， 旨在全面升級 Trump 的提議，禁止中國國民獲得赴美攻读 STEM 領域的研究生以及以上學位的簽證。目前這個法案還在推進當中。要知道，不僅是中國，現在全球來美帝讀書的留學生都主要是研究生而非本科生，因此這些政策的影響實際上已經覆蓋了一大半來自中國的留學生。2025年，共和黨幾個議員又進一步提出了 Stop CCP Visas Act， 旨在全面停止向中國國民發放學生簽證，這個影響就更大了，就是所有的學生。看完聯邦層面，我們再看看州層面。最先跟進的是佛羅里達。2023年的時候出了個 SB846 法案，簡稱傻逼法案，禁止佛羅里達所有的公立大學接受来自關注国家，其實主要就是中國了，任何的資助合作，並原則上禁止聘用來自中國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以及博士後進入實驗室工作。要知道，国際學生最多的 Top 40大學榜單裡，佛羅里達大學和南佛羅里達大学都是公立学校，那麼影響自然就很大了。這直接導致佛羅里達州公立大學在2024年到2026年間招聘中國的碩博生基本停滯。後來印第安納、德克薩斯之類的州也有一點跟進。這些政策不僅導致很多學校和實驗室大面積停招中國學生，簽證被拒簽或者延期，甚至出現了已經下發的錄取通知和簽證被取消的惡性事件。可以說，只要 Trump 還在台上，對中國學生，特別是研究生留學美國，依舊是風聲鶴唳。這裡舉一個重點的例子，來自印第安納州著名的公立大學普渡大學，這是很多中國留學生幾乎必申請的學校之一。過去幾十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全美國際學生最多榜單中前10名。最新的24-25學年排名第8，這首先是因為它是公立學校，收費較低。現在一年本科生所有費用加起來差不多$5萬一年，幾乎是私立名校的一半。而學校的排名還十分優秀，那自然就很有性價比了。例如，我們看一下最新的 US News 學校排名，普渡大學排名全美46，已經很優秀了。而如果去看細分的專業，很多專業排名都是全美前10，例如航天、農業、計算機工程、軟件工程、網絡安全、電子、材料、機械、供應鏈管理等等，可以算是性價比十足。這個學校歷史上對國際學生一直也很友好。然而，就是這麼一所學校，2025年底被當地一家日報以及普渡學生新聞報道，在2025年春秋季招生的時候，拒絕招收中國來的研究生。隨後，科學雜誌對這件事進行了跟進報道。按照這篇報道梳理的時間線，2025年3月的時候，美國眾議院一個負責調查中國的委員，致函給普渡以及其他5所美國主要的研究機構，要求他們提供中國學生和學者的活動情況，以及他們與中國機構的往来，還有學校方面防止知識產權被盜取的措施。普渡方迅速做出了回應。按照這個新聞的報道，25年的5月份，超過100名中國學生及學者的入學通知書被撤銷。隨後，負責該調查的眾議員約翰在25年9月份的一份報告中，點名表揚了普渡，稱普渡的一些積極進取的做法應該成為其他高等教育機構效仿的典範。據說3月，美國眾議員的致函是直接給了普渡大學的校長蔣蒙，
比較諷刺的是，實際上蔣蒙是一名出生于中國天津的移民，2023年初接任普渡大學第13任校长。随后，普渡大學官方否認了這項中國禁令的存在，批評人士和教職人員聲稱這項政策是一項不成文的非正式的指令，因此比較難以舉證。雖然這項不成文的禁令主要目標是研究生，並不禁止中國留學生來讀本科，但是據可靠的來源說，中國的本科生數量在普渡實際上也已經大幅的減少。不得不說 Trump 這個事兒媽管的是真寬，非常的刺頭。上台以後，通過各種途徑鬧得很多學校都不痛快，主要的理由無非是：第一，招生不公；第二，和中國的關係曖昧；第三，学校反猶控制不力等等，簡直可以說是在美國內部開啟了一場文化戰爭，讓人哭笑不得。有蠻多學校，例如普渡，早就已經認慫，還有些學校，例如 Harvard 還在硬剛。但是呢，老吳並不看好他們能挺很久，畢竟大筆的政府經費卡在那裡，沒錢等於斷糧，可能遲早會妥協。聊了好久，數據滿滿，內容滿滿，稍微總結一下老吳今天說了些啥。首先呢，從宏觀的角度，全球總留學生的人數持續增長，目前已经超過了700萬，主要就是來自于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中印两国其實就占了20%還多。主要的去向呢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等國家，這4個國家實際上已經收納了全球超過40%的留學生。其次，中國作為全球留學生最主要的貢獻國，過去的幾十年出海留學生的數量一直是高速增長，25年已經接近90萬，再創新高。最近每年回國的人才比例大概是每年出國的人數的50%到60%。雖然總體的趨勢隨着中國經濟越來越好有所增長，但是每年依舊是有幾十萬人才的淨流出。再其次，從中國留學生出國意向的目的地來看，過去10幾年基本都是老面孔，但是內部的排名是有变化的。總體的趨勢是離中國越遠的歐美發達國家比例有所降低，而離中國本土越近的，例如中國、香港、日本等增長比較快。中國留學生傾向於工科類、經管類、就業回報比較高的專業。從這幾點不難得出要不要出國讀書這個問題的結論。對中國乃至全球的中產階級來說，出國讀書在當下仍然是需求旺盛、高速增長的熱門選擇。用中國的古話來講，良禽擇木而棲。我們說回美国，第二個問題，要不要去美國讀書？首先，美国這邊依舊是全球擁有最多留學生的國家，25年續創新高，達到118萬之多，其中超過50%來源於中国和印度，但中國學生的數量已經被印度超過，最近幾年已經有開始減少的趨勢。從總體來講，美國也已現頹勢，從新增學生來說，25年已經出現了7.2%的減少，特別是本科生已經有連續10年左右的減少。其次，國際學生比較集中在一些州排名比較高的一些學校，例如加州和紐約的名校，但內部排名有所变動。從專業選擇上來說，非常的偏科，除了計算機類猛增，其他的專業都是超低速甚至負增長。因為是全球最熱門的留學國家，直接申請好学校可能還是困難重重。那麼先上社區大學再轉學是一條顯著提高成功率或者說錄取率的捷徑，越是排名高難申請的學校，這種優勢越明顯。最後，出國決策的一個考慮因素中間，除了學校本身的軟硬件條件以外，學費和未來的就業是重要的考慮因素。美國的高學費、地缘政治以及移民政策已經嚴重影響到中國留學生，特別是研究生赴美留学。总的來說呢，由於美國的學費和政策的影響，美國最近留學趨勢並不好，本科生頹勢明顯，專業結構過於偏科計算機。那麼針對要不要去美國讀書這個問題，如果不是中國的學生，特別是研究生，美國依舊是首選。而中國來源的本科生，如果經濟可以，老吳還是鼓勵申請的，畢竟好學校、好專業太多，經濟呢也比較坚挺，有 OPT 這種1到3年的就業許可，就業情況也還好。但如果是研究生，Trump 在台上可能就會遇到拿不到 offer、拒簽甚至錄取被撤銷的尷尬情況，因此需要考慮一下其他的國家和地區，或者說至少申請美國的同時有個備胎。我們以後會聊一下美國以外的這些熱門留學目的地。好了，希望這期老吳費心收集的乾貨數據能對部分考慮出國的朋友有所幫助。如果希望看到更多類似的內容，請給點個讚、訂閱加收藏。也歡迎您在評論區留下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提出問題進行討論。謝謝。